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女人生此相，天生富太太。俗话说，生得好不如嫁得好，嫁一个好丈夫是女人最大的事业，如此才能妻贫富贵，幸福一生。但这种福气是前生修来的，不是人人都有的。今天小酱之就从相学的角度来讲讲，看看哪些女人有这样的好福气。这8种面相的女人能嫁贵夫。夫妻宫饱满平顺。什么叫夫妻宫呢？眼尾后面的那一块面积就叫做夫妻宫。夫妻宫饱满平顺的人注定会嫁一个好老公，主要体现在这一块位置代表了夫妻相处。如果这一块很干净平顺，意味着另一半很懂得疼人，也很尊重你的感受，婚姻生活往往甜蜜而安稳。鼻梁挺直，鼻准圆润有肉。因为鼻子代表着夫运，鼻子好的人自然更容易找到好老公，鼻梁挺直，运势就会更顺。而鼻梁有结的人会因为个性不够柔和而受到阻碍。准头是指鼻头，鼻头有肉的人财运好，夫运也好。而鼻翼代表着一个人的理财能力，鼻翼分明，理财好，帮夫运强，不管谁娶了你，日子都会越过越旺足。微笑唇。微笑唇即不笑的时候嘴角也微微上扬的女生，天生就会因为心态积极乐观而获得好运。当他们在和另一半相处的时候，往往自信而乐观，很容易获得另一半的尊重和欣赏。一直到晚年，婚姻生活都会很幸福，受到另一半的宠爱。嘴角向下的朋友往往个性上会更加谨慎，想法也容易消极一些，一定要有意识觉察到自己的悲观倾向。人中宽阔分明。人中部分也会影响我们的婚姻相处，这个部分主要可以看婚后生活是否和谐。人中宽阔分明的女生不仅精力充沛，而且心胸开阔，属于婚运和子女运都很不错的人哦。如果发现自己的人中不是很分明，需要有意识的运动和补气血，同时也要格外关注子宫健康。下巴饱满有肉。在相学上，下巴被称为地格，地格饱满，特别是有双下巴的女人，其人性格温顺体贴，是嫁贵夫不可少的条件。这种女人由于个性善良，故最容易得到社会上有地位的男人的喜爱，嫁作贵夫人。眉清目秀。眉清目秀指的是眉毛清秀，长度最好长过眼睛一点，眉形不能散乱，也无恶痣恶疤，而且眼神清亮。眉毛在面相中又称情缘宫，代表着一个人的性情和感情运。这种面相的女人一般性情温和，比较聪明，容易嫁给有功名的丈夫，而且自己也可以凭借着丈夫的名气获得相应的地位。鹅蛋面不露颧骨。鹅蛋脸就是指脸型长得圆润如鹅蛋一般，但是看上去脸却并不是非常胖的那种。拥有鹅蛋脸面相的女人，脸部的线条流畅，整体的轮廓均匀，容貌一般都比较的美丽，也非常的注重生活品质和享受，正财运和偏财运都非常的好，也舍得花钱投资自己的容貌，因此很受男性的爱慕和喜欢。由于他们花钱比较厉害，所以一般男人也养活不起，容易嫁给经济方面非常的男人，进而也享受到丈夫的名利成果。耳朵厚大。耳朵长得厚大的女人命是非常好的，在财运、朋友运和帮夫运上面都非常的好。这样面相的女人脾气都很好，对自己的家人也照顾有加，他们的人缘也不错，有福气，可以给老公带来福运，当然他们也可以享受老公的钱财。手上有此特征的女人能嫁贵夫。婚姻线和成功相连。什么是婚姻线呢？
婚姻线是位于我们手相水星丘的横纹。什么是成功线？成功线又称作为事业线，是位于我们掌心位置中指部位衍生的竖纹。如果你手相中的婚姻线和成功线相连，说明你的婚姻能够成功，你可以嫁给一个有钱人，通过婚姻让自己的人生变得富贵。因此，这样手相的女人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嫁贵妇。2. 手掌软绵，颜色红润。手相学中认为，手掌软绵、颜色红润的人是富贵命之人。所以，当一个女人的手掌十分的绵软，非常的有肉，捏起来很有弹性的感觉，且手掌的色泽红润，气血充足，这样手相的女人命中的富贵气息相当的浓郁，命中注定就是一个富贵之人。所以无论她们嫁给谁，都可以成为有钱人，过上有钱人的日子。换言之，这种手相的人嫁给贵妇的概率高达100%。3. 财运线又粗又清晰。女人手相中的财运线会密切的关系是否可以嫁给贵妇。若是手相中的财运线不清晰，财运线的纹路很细，这样的手相说明你与钱没有缘分，是一个金钱运势不佳的人，根本不可能嫁给有钱人。但如果你手相中的财运线很清晰，财运线纹路很深很粗，这样的财运线说明你此生与钱的关系很深，你的财富运势很好，你可以嫁给一个有钱人，甚至嫁入豪门。4. 太阳丘的部位丰隆。男人手相中的太阳丘关系着个人的事业、财富，而女人手相中的太阳丘与他们的财运以及婚姻、夫运都是息息相关的。根据手相学中的理论来说，如果手相中的太阳丘丰隆，说明个人财运非常好，而这样手相的女人，婚姻运程以及夫运也十分的顺畅。也正因如此，太阳丘丰隆的女人可以嫁贵妇。5. 婚姻线清晰无损害。婚姻线在小指根部掌侧，在感情线之上有一条或者几条短线。如果婚姻线深长且明朗，表示此人多情且温柔，爱情深厚且久，并能建立起一个幸福的家庭。如果只有一条婚姻线清晰深长，直指成功线，与成功线相交或者靠近，则表示此人不但会婚姻幸福，而且预示此人的丈夫会是一个成功人士，拥有金钱和地位，而此人会在婚后发达，通过婚姻取得名誉、地位及财富。6. 手掌中的钱财纹多。女人手掌中的钱财纹会密切地关系着是否可以嫁贵妇。若是手相中的财运线不清晰，财运线的纹路很细，这样的手相说明你与钱没有缘分，是一个金钱运势不佳的人，根本不可能嫁给有钱人。但如果你手相中的财运线很清晰，财运线的纹路很深很粗，这样的财运线说明你此生与钱的关系很深，你的财富运势很好，你可以嫁给一个有钱人，甚至嫁入豪门。3. 身体此处有痣，能嫁贵妇。1. 无名指长痣。无名指长痣的女人通常外貌都十分的秀丽，所以在其长大之后就会遇到一个同样优秀的丈夫，从而使之顺利地嫁得贵夫，婚姻生活幸福美满。而且在此昌顺家庭环境的促进之下，更是十分有利于子嗣的孕育，进而促使整体家庭运势节节高升。久而久之，子命生人就会形成典型的旺夫益子相。2. 肚脐长痣。俗话说显痣不贵，贵痣不显，所以肚脐长痣的女人在丈夫的支持下，更是会创建属于自己的事业，从而使其一生顺遂无忧，安乐富足。与此同时，在其自身昌顺发展的同时，更是会逐渐催旺丈夫的事业运势，进而使得整体家庭运势昌顺无忧。3. 掌心长痣。掌心长痣的女人最为明显的富贵之处，就是其财富运势十分的昌顺，
所以在此种旺盛命理的催动之下，命主在长大之后同样会嫁给与之经济实力相匹配的丈夫，从而使得婚姻生活幸福无忧。而且当其与之相伴之后，更是会逐渐催旺伴侣的事业运势以及财富运势，进而促使家中运势节节高升。那对于没有满足上面身体特征的朋友怎么办呢？小酱汁在这里建议：一、不要将赚钱能力赋予在另一半的身上，经济独立才能够精神独立。二、坚持运动，养好精神状态，更有机会把握良机。三、尽量对自己好一点，爱自己是终身浪漫的开始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，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呢，小酱汁主要给大家讲讲富贵有福气的女人面相。人的命天注定，有的女人一生多福多贵，而有的女人倒霉一生。同样是女人，为什么有些女人的命很好，有和睦的家庭，令人羡慕的事业，而有一些女人却不管多么努力都没有好的事业，不管自己多么漂亮都找不到一个全心全意爱自己的男人呢？从相学角度来看，这可能就是你没有富贵相。那么什么样的女人面相天生有福，是富贵命呢？今天小酱汁老师从相学角度为大家分析一下，看看你在不在其中吧。一、人中清晰且身长。人中清晰且身长的女人生殖能力强，生出来的孩子也容易心存孝道，聪明多福，未来成就且高。人中形美也是长寿的表征，在相学中，人中也有寿堂之誉，聪明加上高寿，夫荣子孝，这种面相的女人能够享受福音。二、眉形清秀弯长。眉秀是指眉毛的纹路清晰亮泽，没有眉毛过粗黑或者眉形不齐的样子，眉形不宜浓浊且带有腻毛。眉形清秀弯长的女子必多才多艺，性情中和，善解人意及心境开朗，在财运方面会有较大起色。三、眉棱骨福德宫肉厚骨实。眉棱骨微微有起而有肉，能够衬托其眉毛，这是标准的财运丰厚的面相。福德宫在眉毛上方约1公分左右宽的部分，是看女性的机会、财运和福气，以及能否得到老公疼爱的部位。眉棱骨福德宫肉厚骨实的女人，天生有福有缘，有德有才，既能够得到老公的疼爱，自身的财运也非常好，可旺夫旺家。此外，因为此处靠近迁移宫，因此福德宫生得好的女人能够在异乡发达，并且常有贵人照顾。四、唇如朱砂。女子的嘴唇红润似朱砂颜色，饱满，没有发污、残缺等等。这种女子在性情上比较中性，不容易大动肝火，在个人的发展中常有贵人、机遇等陪伴，如能够加以利用，可以在个人的事业、财运方面有不小的进步，属于衣食无忧的类型。五、牙齿整齐洁白。牙齿也是观察女性成为富太太标准之一。若要家庭美满，夫妻之间甜言蜜语，牙齿的密合要平整，不凹陷蜡黄，前凸后歪才是吉祥。女性得人疼。古谚云：齿如白玉，自然欢乐，财时自到，不用苦做。另外，利用后天的美白，亦可增加家庭美满。六、耳有垂珠。耳朵是福气的象征，代表一个人的财运。女性的耳朵高度适中，与眼齐或者高一点，光明润泽，柔嫩恰当，耳有垂珠，代表聪明伶俐。夫妻和合，主财源不断，以及拥有偏财运。这种女人在金钱运、朋友运和健康都不错。这种人不光自己有福气，就是她的家人也能接受到她的福气，享受到衣食无忧的幸福生活。有一颗感恩善良的心，自己的运势也会改变的美好幸福。耳朵端正，肉要丰厚，贴向后脑，代表你行动谨慎，能够凭借自己的实力去开拓人生，懂得灵活运用财富，越来越富足，财路亨通。
7. 鼻子高挺丰满，鼻直耳挺，山根丰隆，鼻翼饱满的鼻相多半很有福气，有少奶奶命。在生活当中掌管权势，准头略微肥大而鼻梁骨坚硬的女人主万贯家资，准头最好黄润，皮肤不要粗糙，当然不要太大。通常嫁夫后10禄，也就是丈夫多数是官宦中人。有以上鼻相的女人会凭借自己的自信与干练，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。这种女人往往会得到丈夫的宠爱，幸福至极。8. 眼睛大而清澈，眼睛要大而且清澈，眼睛黑白分明，目秀神清，主其人秉性坚毅，识大体，不急躁胡为，处事有条理。这样的女人是天生的福相，生来不知何为愁苦，是个惹人怜爱的女子，男人愿意为其花钱，深受丈夫的宠爱。9. 田宅宫开阔有肉，眉眼之间叫做田宅宫。假如女人的田宅宫生得宽阔明润，丰满有肉，无杂毛，要修，无凹陷痣和伤疤等等，其人会有丰厚的身家，而且很会利用人际关系赚取财富。如果再加上双眼有神，黑白分明，而且擅长利用公关机会吸引贵公子的注意，从而嫁入豪门，过上富贵的生活。10. 头圆相短，头圆的女子生性乐观，思想积极，擅长表现自身优势。头圆相短是指女子的头型偏圆润，没有明显的凹陷，如两腮深凹等等，肩长，如下巴肩薄等等，便可称之为头圆。而相短是指脖子不要过长便可。有以上面相的女子在财运上比较旺盛，容易有一些赚钱的良机出现在身旁。如果能够适时把握，在财运上便可年年有余，衣食无忧。再加上前额饱满，宽圆适中，无痣无纹，便是荣华富贵的象征。11. 发青黑如细丝，女子的头发应以颜色青黑亮泽，无干黄等不良发质为佳。这种女子往往运势处于稳中有升的类型，对于自身的发展也是比较稳定的，属于通过实践的积累变富贵的女子居多。12. 颧骨平满，女人的颧骨代表了女人的势力，如果颧骨凹陷的，那就是民间说的寡妇相。而颧骨高凸无肉的，那就是克夫相，丈夫婚姻难以长久。而颧骨平满有肉的女人则旺夫兴家，做人做事收放自如，守业能力非凡，一生会积累不少财富。13. 伏羲隐隐而起者，郡主命。伏羲是指从两眉之间到发际线上，处于额头最中央的位置的凸起，有膝骨凸起的女子往往家境不错，自幼受到如众星捧月般的爱护，生活十分安逸快乐，并且容易受到家庭的财力协助，而在自己事业上大展宏图，取得一番成功。14. 下巴丰满，在面相中，下巴俗称地库，掌管人的食禄、俸禄以及晚运。相书有言，风寒重仪，旺夫兴家。下巴丰满且有双下巴的女子属帮夫运面相中的福相，若女人下巴丰满是非常有福气的面相。这类女人很好相处，善解人意，下巴圆润有肉者属享受型面相，有领导才能，受人拥戴，对丈夫事业非常有利。腮骨最好有点显露，但非突出的那种，要有肉包住才好，因为她们是标准的贤内助，相当体贴，开朗大方，温厚敦实，是可以信赖相守的终身伴侣。虽说下巴方圆有肉的女人财库丰厚，但如果女人生得瓜子脸，配上眉毛细细弯弯，澄新月状，眼睛水汪汪有神，有着温柔似笑的眼神，鼻子秀气，声音温柔，唇形有棱角，也是一种富贵相。此类电力超强的桃花女，虽不具备大富的格局，但生得花容月貌，楚楚动人，常吸引异性的注意，找到有钱人不难，最终亦因桃花运而致富。有些女性虽然桃花旺，但格局低，例声线粗，眼神不定，举止轻浮等等，虽有桃花，只是烂桃花，不主贵。总的来说，女子额头宽广饱满，发髻整齐，耳后贴不反耳，眉毛柔顺，鼻高且正，下巴丰盈，肤色白润，牙齿整齐，眼有神等，便是天注定富贵的命。但好面还要有好身，腰身不能太过瘦小，应该以稍微有肉感，
屁股圆翘结实的，便是完美、有钱又有福的女人了。具备这些特征的女人必定是富贵双全的好命。你具备以上特征吗？当然，面相算命只是给我们提供一个参考，具体命运如何，还要结合个人的整体命理来看。好了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之命理讲堂。今天小酱之主要给大家讲讲，一个人命里有多少钱，其实都是有定数的。世人皆爱财，却不知道财从哪里来。其实财就在我们命里，命里没有财，就算金银珠宝就在眼前，也无法得到。倘若得到了命里没有的财，那么灾祸迟早降临。假如你命里有福报，走到哪里都会有福。古人也说，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一个人命里有多少钱，其实都是有定数的。脚踏实地，积德修福，命里的财才能越来越多。一，命中时钱，难求百金。古语有云，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，皆有来因。凡事必有因果，你命中有多少财富，都是有定数的。命里面有的，丢都丢不掉；命里没有，求也求不来。而且得到的还有时节因缘。有人年轻的时候发达，有人中年发达，有些人直到晚年才发达。时节因缘各个人不一样，所以不要怕一时的穷困。古时候有位冯员外，家中有2个女儿是双胞胎。大女儿名叫玉佩，长相端庄，性情温和，喜爱绣鸳鸯。到了该出嫁的年纪，被许配给了张家公子。小女儿玉玲机灵聪慧，一双巧嘴也是很讨人喜欢。后来家中来了一位老禅师，老禅师为2位千金算了一下今后的气运。他一见玉佩就连连称赞，说她命中富贵，将来能当诰命夫人。玉玲一听，连忙问自己的运道。老禅师笑了笑，这2小姐是8分仓的运道，自然也是不愁吃穿，只是太过伶俐，恐怕会招来祸患。玉玲一听，这不就是命里8分米，走遍天下不满仓的意思吗？心里愤愤不平，凭什么姐姐命里多财，而自己只有8分米？一次偶然，玉玲不小心将姐姐推下河去，就代替姐姐嫁给了张公子。婚后，张公子对她也是疼爱有加，经常带着她参加官员们和家眷的聚会。在一次聚会中，他恍惚间看到了死去的姐姐，以为是姐姐回来向他索命，便吓得发了疯。原来他的姐姐落水后并没有死掉，被人救了上来，救姐姐的便是当朝的刘翰林。姐姐获救后失去了记忆，但是仍然善良贤淑，刘翰林便娶了姐姐为妻，成为翰林夫人。那日妹妹看见的正是失去记忆的姐姐，机关算尽太聪明，反而招来灾祸。姐姐虽落水，仍是千金的命，而妹妹强求占有姐姐的运道，反而疯癫受苦。这真是命中时钱，难求百金啊！每个人都有一定的路命，就是一生当中，你有多少财富，有多少收入，都是命中注定的。命里没有的贪不到，命里没有的得到了，不是灾就是祸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财富不是强求来的，而是自己积累德性种来的。2. 不义之财，易得难守，人有万算，天择一算。钱财经不起算计，财物各有其主，不义之财千万不可取，得到之后一定有灾难，没有好处。欲贪不义之财者，死后必当饿死鬼。用不正当的手段得到的钱财，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灾难，有可能会生病，把你得来的钱全花光，还有可能天降横祸，说不定命都送掉了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有一个人走路捡到了10吊钱，一路上十分高兴，笑了很久，见到谁都笑。他开心的是自己不费一点力气就得到了10吊钱，仅仅一个弯腰就捡了一个大便宜。
他没有告诉家里人，别人问他也不说，只是笑。后来笑着笑着，下巴就掉下来了。家人给他请了医生来看，看了一次，花了1吊钱，还是一直笑，没有治好。直到连续又看了9次，10吊钱花光之后，他才好起来。有道是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不义之财不可取。老祖宗告诉我们，不义之财不要去拾，也不要去贪。虽然10吊钱的故事，大家会认为是古人编造的荒诞小故事，但是现实生活中，不乏有人用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不义之财。如果财富的来路不如法，就会自食其果。很多人从富豪变成阶下囚，就是因为用缺德的方法赚钱。当今社会，这样的事例屡见不鲜。大学中说，祸备而入者，亦备而出。凶财凶入，必定凶出。财货是以不好的、不正当的方式获得的，也一定会以不好的方式败散掉，这是一定的规律。如果起心动念都是侵占别人的财物，总是做损人利己的事情，就会种下恶因，一旦福报享尽，恶报必定现前。《红楼梦》里，王熙凤精于算计，她克扣大家的月钱放债生利息，收受贿赂，帮人摆平官司。府里大小事务，能捞有水的必不放过。贾府1年进进出出的银子，过他手的10万两也多，他却连几两银子也算计得清楚。逼死尤二姐，他还顺走了贾琏和二姐家当。算计半生，精明的凤姐可谓是贾府的巨富，但是最后贾府抄家，家财散尽，凤姐连自己的女儿也救不了。判词里讲，机关算计太聪明，反误了卿卿性命。是你的跑不了，不是你的求不来。一个人不断算计别人以求福报，其实是在为自己埋下祸根，不但毁了自己的福气，甚至还会祸延子孙。一切福田不离心地，与其精明算计，不如积德行善，种下善因，才能结出善果。一个人做的好事多了，福气和财运自然也就来了。3. 不失德财，积福富贵。人人都想要财富，那么财富到底从哪里来呢？佛经教我们呢，财不失的财富，财失是因，财富是果报。人间有舍才会有得，懂得了这个因果，你才会得到你想要的财富、名誉。大学也说，德者本也，财者末也。德性是根本，财富、名声、地位都是枝叶花果。厚德才能载物，种下财富的因，才会结财富的果。财不失得财富，积厚德才能得富贵。在古印度，有一位名叫善施的长者，家境优渥，乐善好施。他一生中7次散尽家财，全部布施给孤独的人，人们十分尊敬他，称他为给孤独长者。后来他为了给佛陀建精舍，用金砖铺地，倾尽家财。他的一生越布施越富有，最后成为了当地的首富。布施越多，财富就越广大。谁愿意舍出自己的财富，便能得到全世界反馈的财富。现在的大家拜的财神范蠡，也是3次散尽家财布施穷人，但每次都能重新起家。比尔盖茨捐献了90%的财富，巴菲特捐献了92%的财富，李嘉诚捐献了70%的财富。后汉书有这样一句话：天下皆知取之为取，而莫知与之为取。天下人都明白，拿到手的东西是自己的，却不知道付出给予才是真正的得到。德在于积，善在于行。层次越高的人，懂得用财富去做好事，为自己积攒福德。这样的人福德深厚，上天自然也不会亏待他。佛家认为，人这一生有2种力，一个是业力，一个是愿力。业力是前世的因果，愿力则是此生积累的善行。命里的钱都是有定数的，这个定数就是前生的业力。
一个人只有不断积德行善，才能突破业力的束缚，打破命里的定数。唯其如此，才能拥有现世的福报。命里的钱都是有定数的。富人之所以富贵，是因为往昔做过布施；穷人之所以贫穷，是因为没有布施积福。布施如田地，有田地才能有收成，有布施的种子，在将来才能开花结果。愿我们每个人都心存正念，以恭敬之心布施，都必然能广种福田，受用无尽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